英军坠入地中海的 F-35B 舰载机残骸终于打捞出水。奇怪的是 ，F-35B 残骸却被运到英国神秘盟友的地中海军事基地。那么，英国这架 F-35B 坠海原因查明了吗？为何把公开坠机视频的航母水兵逮捕了？美国和意大利运用了哪些新型装备，快速捞到残骸，大大超过了日本前年 F-35A 坠海的搜寻速度？据英国《每日邮报》12月8号报道，近日意外坠入地中海的英军 F-35B 舰载机残骸已经打捞出水。英国国防部消息人士称，他们确信 F-35B 上的敏感设备不存在危险，也没有受损。另据《泰晤士报》报道，这架飞机的所有残骸都已经被找到，坠海飞机没有解体。奇怪的是 ，F-35B 残骸将不回到英国，而是运送到地中海一处英国盟友的海军基地，具体是哪个国家并未透露。英国国防部仅透露，行动涉及一艘美国深海打捞船和从意大利租用的船只。这架 F-35B 舰载机11月17号从位于地中海东部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起飞时坠海，沉没到海面以下约1600米的海底某处。据报道 ，F-35B 坠海后，英国不得不联络美国等盟友共同打捞。美国海军第6舰队派遣大型打捞船前往现场。据英国国防部的消息，此次打捞用2个星期的时间找到飞机的准确位置，之后又花了1个星期将飞机捞出水面。英国媒体声称，这一次 F-35B 坠海至少给英国造成超过1亿英镑的损失，但和金钱损失相比，英国更担心外军会来抢捞。俄罗斯飞机就一直在监视英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的动向，坠机事件的方位肯定也在俄军掌握之中。坠海事故又发生在国际海域，一旦有机会，俄罗斯的潜航器、潜艇和渔船之类的装备都是可以派上用场的。而俄罗斯的海底打捞能力也并非浪得虚名，历史上美俄都有过互相捞装备的传闻。所幸英国这次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打捞。英军 F-35B 舰载机终于捞出来了，从坠海到出水不到1个月，在深海飞机残骸打捞记录上算是很快。深海打捞最难的是定位以及探明打捞目标周边的地貌和海况。这次英国和美国、意大利等盟友合作，到底使用哪些新型装备呢？据英国国防部消息，这次 F-35B 坠毁的位置比较特殊，在东地中海的一个深度急剧下降的海区，当地的水深是从300米骤然加深到1600米。虽然打捞细节暂时还未公布，但外界猜测美军必定是此次打捞的主力。此前，美军有2款深海探测打捞装备曾经参与过此类打捞任务。第一个就是用来在水下寻找失事飞机黑匣子的 TPL-25拖曳式声波定位仪，最大探测深度可达6100米。TPL-25由水下拖曳部分、线缆、绞车、液压动力系统、发电机以及控制台等部分组成。其水下拖曳部分会被船只拖着在海上缓慢行进，速度通常是1到5节。TPL-25拖曳声波定位仪可以探测从3.5到50千赫的无线电信号，完全将黑匣子的信号波段覆盖在内。通过不同深度和方向的多次扫描，判断失事飞机的大致位置。2017年，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一架 C-2A 运输机在飞往里根号航母的途中，于菲律宾海失事坠毁。第2年，美海军派出 TPL-25型拖曳声波定位仪，在大约55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运输机残骸，创下探测飞机残骸史上最深的纪录。TPL-25拖曳式声波定位仪除了判断黑匣子大致定位，更大的作用是依靠测量船投放的回声侧身仪，绘制目标区域的精确海底地形图，从而为自主深潜器进一步更精确的搜寻做好充分准备。这里就要说到美军的第2种深海打捞装备了——蓝旗金枪鱼21型自主式水下航行器。这是美国军方研发的一种专业水下搜寻设备，它可以潜入水下4500米深处，连续工作25小时。被投放至海底后，蓝旗金枪鱼21可以发射声呐脉冲扫描海底，并利用接收到反射声波，形成被扫描物体的图像，分辨率可以达到7.5厘米。必要时，它也可以换装水下摄像机，为搜寻人员提供水下画面。蓝旗金枪鱼21的长航时和实时回传影像，可以有
言，这次美军打捞英国 F-35B 的速度显然快不少。虽然坠海 F-35B 的残骸已经被捞出，但英方称还不清楚此次坠机事故的具体原因。与此同时，英国国防安全局已对这起坠机事故展开调查。一名航母上的水手因泄露坠机现场视频被捕。显示坠机发生时刻的一段视频早已经在网上传播。可以看到，这架 F-35以极慢的速度滑行至甲板末端时，没能以大约20度的角度离茧升空，反而直接从滑跃起飞甲板尽头坠入海中。飞行员在下坠瞬间弹射逃生，可以看到降落伞飘落下来。英国媒体报道称，这段时长16秒的视频看起来是由航母上的安全监控摄像头拍摄的，视频看起来是真实的。此前有英国媒体称，可能 F-35B 起飞时其发动机进气道或升力风扇的防雨罩没有被摘除或妥善放置在甲板上，致使误吸发生事故。但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英国官方的证实。有观察指出，造成这次 F-35B 坠海的原因无外乎人为的操作失误和飞机自身技术缺陷2大元素。美军历史上也曾因飞机自身缺陷引发 F-35B 机械类故障，事故发生后整个机队都会停飞。但这次英军 F-35B 坠海后，英国国防部宣布，航母和所搭载的 F-35B 都继续在地中海实战部署和训练，说明问题在于人为失误。我们看到英国的 F-35和美国的 F-35都没有停飞，所以我们认为呢，更多的还是因为人为的失误导致了这次 F-35B 的损失。所以下一步对于英国人来讲 ，F-35这个飞机没问题的话，那就是英国的地勤，包括英国整个对这个飞机的维护保养出了问题。其实，英国媒体对于 F-35B 的质疑一直存在。在这次坠机事故之前，英军装备的 F-35B 战斗机总数刚刚达到24架。英国媒体就认为，英军装备的 F-35B 战斗机单价高达1亿英镑，但出动率却比老式海摇差11倍，令英军头疼。近年来，英国国防部为此饱受指责。英国《泰晤士报》曾发表题为“英国防部因麻烦重重的 F-35飞机而处于守势”的报道，称由于零部件短缺、存在技术问题以及可用性有限，英军对购买的天价 F-35新型隐身战斗机的担忧与日俱增。防务分析月刊的主编图萨曾发表评论文章警告，英国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部署 F-35B 舰载机的成本会继续上升，因为需要升级较早型号战机的软件，每架 F-35B 的升级成本可能高达3000万美元。另外，英国的 F-35战机中队也依赖受美国控制的 F-35全球备件库。